你，谢谢啊！大家好，我叫小帕，我是维吾尔族。哎，谢谢。我觉得普通话特别难，真的，我一直在琢磨别人到底是什么意思。之前有一个女孩，她在厕所，她问我：“你有面包吗？”后来我才知道，面包是指卫生巾。但依旧到今天，我都坚定地认为，卫生巾这个东西，它就应该因地制宜的在新疆叫馕，在上海叫贝果吧，可能。现在坏就坏在这个普通话好了，而我又是一个非常在意别人怎么说我、怎么评价我的人，所以我日常最害怕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小帕，我看过你演出”。因为我会很紧张，我不知道他接下来会说什么，他说什么我都会往心里去，我咬紧牙关，下颌线都会清晰一点，我就这么瞪着他。他但凡说句“小帕你还行啊”，我整个人立马就。我之前也被人给过差评骂过，那段时间毫不夸张的讲，我吃饭睡觉脑子里都是这个人，睁眼闭眼都是他，好奇怪，凭什么他 diss 我，我居然有点 miss 他。英语也还行啊。我日常生活里也这样，之前逛街看到一瓶擦脸油要3500块钱，我当时第一反应，哦，这么贵，我想那买不起，咱们蹭一蹭看一看，长长见识嘛。我试了一下才发现，无论是质地、包装还是味道，我都好喜欢，但我又买不起，我就开始有点自卑了。好死不死，这个时候售货员问了我一句，他问我说：“哎，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怎么样？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破了防的渣男，本来只想玩一玩，结果陷进去了。但我深知自己配不上他，所以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诋毁他。他问我：“哎，你感觉怎么样？”我不可能跟他讲穷没有钱，对吧？我只能跟他讲，我说你这个东西啊，一般吧，普通，我们村都没人用。我就打算走了，心虚啊！当然走之前为了体面，还留下了一句渣男式的承诺。那句话你们肯定也听过，我说我转一圈再回来。结果售货员人家道行深好吗？他看我要走了，啊，指着我的脸，看着我的眼睛，他跟我说：“哎，我发现你有点……”他这个还没有结束，我整个人就开始紧张了。但转念一想，大家想啊，我靠说话吃饭的，他今天要是敢骂我，我骂死他。我不光今天骂他，我还要写段子骂他，然后把那个段子拿到台上去讲，赚钱买那个擦脸油。我都想好了，我当时就这么瞪着他，没想到他指着我的脸，看着我的眼睛，他跟我说：“哎，我发现你有点像 idol。”我就包起来。我祖上3代都没人用过这么金贵的护肤品。如果硬要说我祖上有可能有人用过同等金贵的护肤品，我唯一能想到的还是香妃。就这个擦脸油，它有魔力，我跟你们讲，我还没有把它拧开盖子往脸上抹，我紧紧就把它攥在手里啊，它就已经开始修复我了。它修复的都不是我的皮肤，它修复的是我脆弱的自尊。我特别容易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自我否定了。以前别人要是跟我说：“哎，小帕，我觉得你段子不好笑”，我可能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哭一天了。但是自从我把这个擦脸油攥在手里的那一刻起，胆敢再有人过来跟我说：“哎，小帕，我觉得你段子不好笑”，我第一反应都是我面上3500。我想炫耀，我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包括香妃。但我不好意思。因为炫耀这件事情，我也会在乎别人的评价，所以炫耀在我这儿，它就跟暗恋一样，我怕别人看出来，我更怕别人看不出来，所以就只能那天晚上发那个朋友圈的时候，把那个擦脸油放在一个既显眼又不显眼的角落里，配文只能说一句：“今夜的风有些喧嚣。”这个擦脸油我只舍得用在脸上。因为我觉得脸好看就行了呀，脖子无所谓哦，无所谓，我有的是高领毛衣。所以细心的朋友也能发现我的变美思路大概就是先让一部分皮肤美起来，再把另外一部分皮肤围起来，一些简单的面子工程，把钱花在别人看得见的地方。真的，我每次抹这个擦脸油，就毫不夸张地讲，我会对着镜子以我的下颌为分界线，我只会拿它来抹我的脸。如果哪天不小心抹着走神了，抹到脖子上了，那种感觉太难受了，就跟抹了脖子一样难受。
苦学普通话这么多年，就是为了这一刻，朋友们。擦脸油用完了，皮肤上说实话没有太多任何肉眼可见的变化。我就琢磨为什么，后来琢磨明白了，面子工程嘛，注定是要烂尾的。我非常反思，我为什么会那么义无反顾地跳入这个消费主义的陷阱里？因为这帮鼓吹消费主义的资本家，他说话是真好听啊！我的天，我都不敢想我父母这么跟我说话。我小时候在家里想要点什么，我说妈，我想要，我话还没说，我妈就是要什么要，就你屁事儿多，别人咋不要？资本家一张嘴，你值得拥有。大家要注意，资本家的每一句话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家里恶语伤人6月寒，外面良言一句3500。以前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老板只要稍微在我耳朵跟前良言我2句，夸我2句，我就哐哐干活，加班费都不敢提，钱什么钱？我活的就是一个好评返现。也有人问我说：“小帕，这些陷阱你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你还会去买那么贵的擦脸油吗？”我再也不会去专柜买那么贵的擦脸油了，我会用美团闪购，更方便，30分钟就能收到。这句话也标好了价格。有人劝我说：“哎，你不要那么在意别人的评价，怎么可能？我从小到大看到的世界就是在意别人评价的。白雪公主她后妈，整个故事里最有权势的人，没有人敢否定她。她在乎一个镜子的看法，但我依旧羡慕她。她在乎归在乎，她敢直接指着那个魔镜的鼻子问谁是最美的女人。我不敢，我渴望别人的认同，但我害怕被否定。我到了那个魔镜跟前，顶多就是魔镜啊，你忙吧。”哎，这个镜子也王八蛋啊！他跟那个皇后都四目相对了，你说2句漂亮话就完了吗？他还偏要说白雪公主比你更好看，才艺捧一的玩意儿，啥魔镜，顶多算个瓷镜。我尝试跟朋友诉苦我的这种非常不健康的心理状态，我总是把我的自我认同建立在别人对我的认同之上。我朋友看着我说：“你知道吗，小胖，你看起来不像是那种人，你看起来像是那种会杀人的人。没想到你内核这样不稳。谁杀人是因为内核太稳了呢？那些真的能杀人的人，他也在意别人的评价呀。比如皇帝唐太宗，他也在意魏征的看法。他有多在意？他甚至说魏征是我的一面镜子，为此还写出了‘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样的句子。当年学到这儿，我脑子里就有一个画面：唐太宗天天跑到魏征跟前，魏征，谁是世界上最好的皇帝啊？我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我只有在别人认可我的时候，我才会觉得自己还行。所以我会努力在别人面前展示出自己最好的一面。真的，今天这个妆我花了3个小时。我的稿子改了60多遍，这身应该是我第5套型后吧。就我真的卯足了劲儿，就这种站在台上，结果上台前导演跟我说：“小胖，你不要太在意观众对你的看法。”那我干嘛来了？脱口秀比赛比的就是观众的看法和评价，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像体育竞技类的比赛有客观的评价标准，对吧？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人评价一个段子说：“哦，他这个段子10环。”没有这种东西，所以我在意。不光我在意，导演你比我更在意，因为你卯足劲儿想在爱奇艺面前展示最好的腾讯。哎，就这种卯足了劲儿想在对方面前展示自己最好一面的，何尝不是一种爱呢？所以这个 CP 名我都想好了，就叫疼爱 CP。感谢你们今天所有的笑声和掌声，你们根本想象不到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意义会有多大。但如果你们不笑，我可能会死在台上。但我死在台上，你们也不用担心好吗？我不需要什么心肺复苏啊，什么除颤120 ICU， 我通通都不需要。找2个嗓门大的在我耳朵边上喊：“小帕，你段子好好笑，像爱豆。”加油，小帕，谢谢。这面维稳之盾，死死地守住了防线。小帕，锁票通道开启。掌声送给小帕。小帕在分阵营的时候，你为什么觉得脱口秀是你的盾？因为我特别易碎。真的，
我虽然表面看起来不是这样，但我真的就超柔软。我需要有一个东西保护我，我需要有一个东西能让我躲在它后面，去远离这个世界一小会儿。你表面上看确实不是一个可能特别在乎别人评价的人。我说表面上看，对，我超在乎，其实，我超在乎，其实。你太棒了，小明，哇，太棒了！你知道有一种叫敞开一切拥抱世界，他是敞开一切刺痛这个世界，就是那种感觉。我虽然喜欢别人认可我，但是我不敢跟别人说我希望别人认可我。他就是在那说，我就是需要别人认可我，特别有力量。我觉得脱口秀对你来说，就是它不是个工具，是个武器。我觉得特别了不起，非常的棒啊！谢谢。我刚刚在听小帕讲这个评价的时候，我在想，你比如说你很在意别人的评价，但是你还是会去，比如说会看会听别人的评价。我刚入行那会儿，就是我甚至会把别人对我的好评偷偷的截下来，然后放到一个备忘录里面。那个备忘录的名字就叫强心针，就是那种难过的时候拿出来看一看。但现在差不多2年已经不干这个事儿了，因为骂我的人也有那么几个了。因为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面临这种不好的评价。对，那可能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还没有你勇敢，我可能有的时候我会选择不看。因为我觉得可能它会影响我的整个人的状态，或者影响我近几天的一个心情，那我可能就选择我就无视，我跟不看了。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比我勇敢。谢谢。我觉得小帕今天表现得非常棒。非常好。首先我觉得所有的人我们都一样，就没有人会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对。所以那你就所谓择善而从，就是你听那些能够给你正向和鼓励的。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处吧，因为我在意别人的评价，好的坏的我都在意。你可能就是一篇 report 就能把我打倒，但你要想让我站起来，也就2句话的事儿，就比较有弹性，就活得比较有弹性。首先我要说一下，就是你说我们说的好话，你是相信的，对吧？坏话我也不想听。他会把咱们话搁在文件夹里啊。那我必须手把着良心说，上一场的表现是我在这个舞台上见过最酷的女选手。谢谢。对，这个是实话。然后今天的话，我觉得整个脚本是很好的，然后谈这个叫什么消费主义陷阱这个话题也是我特别喜欢的话题。但我为什么最后没拍，是我感觉稍微有点用力，比较着急啊，尤其是前半段的时候，我有那个感觉，所以我刚才犹豫了半天就没有拍。那我后边想了一下，我非常后悔没拍这个灯。小帕，首先这是超高认可，罗老师说他后悔没拍灯，这个很厉害的。谢谢4位笑笑团的评价，小帕给我们带来了一段让全场都炸了的表演。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小帕的表演结束之后，他能不能直接晋级？请看。